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何志伟委员，新年快乐；吴怡轩发言人，大家好；尹乃菁小姐，柯志恩委员，林玉芳委员，黄建豪委员，因为他都写立委当选人，就是委员了嘛。啊，好，那么距台湾141公里很近哈，美国、菲律宾要在亚米岛举行大型军演，141公里很近啊，还没有台北到台中啊，都有200公里，140公里就在离台湾这么近的地方举行军演，哦，那他们说叫做肩并肩的演习，大型联合军演哦。那么另外呢，这个肩并肩呢，动员了17600人，而且第一次在水上有实弹演习哦，不是这种空包弹，实弹演习啊，演习给你看啊，离台湾那么近，什么意思啊？那另外呢，菲律宾有4个人进入黄岩岛的礁盘去活动，大陆的海警说警告驱离，把你赶走啊，非法闯入中国黄岩岛礁盘活动，所以呢，这个把你赶走啊。苏立文说，台海危机是最大的风险，不管什么南海、东海、菲律宾海各种海，台海是最危险的哦，所以需要用强力外交，并且要嚇阻。外交是谈判呐，这个外交这个来彼此斡旋呐，但是呢，嚇阻也很重要。这个嚇阻当然就是军事嚇阻了哈。美国智库经常在兵推2026年台海会发生战争吗？如果发生战争，美国介不介入呢？美军如果介入，美国的智库的沙盘推演，所以把中国的海军全部歼灭。但是美国也损失惨重。解放军会死1万个人，但是美国呢会损失2艘航母，10到20艘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3000多个美国人会死。那怎么打呢？他们就美国让日本人先打，日本的自卫队先冲锋。反正你以前干过敢死队，你干过神风特攻队，你就先冲。然后呢，日本呢预计会损失超过100架的作战飞机。26架的那个舰艇，台湾的驱逐舰、护卫舰都上去了，都被解放军击沉，所以这边的死亡人数是3500人，解放军死1万人，美国人死3000多人，会这样吗？玉芳兄，你怎么看？美国智库，你知道智库他们都跟美国政府的关系都很密切，只是看哪个党执政。那哪些平时就跟那个党关系比较密切的智库，他就比较借得到比较多的激化，所以很多的美国政府不太适合讲的话，他们就透过这些智库去放话。所以这些智库都跟中情局、跟美国国防部甚至国务院的关系非常好。他们有些人直接同时就兼任像这个国务院的这种顾问这样。所以这些智库他一定要找事情来做。要不然他怎么去拿钱呢？他很多的经费是要跟政府去接机化，跟他们拿钱的，所以最热门的问题呢，当然就是台海的问题嘛，就是两岸的问题嘛。所以你看到很多的预测，这几年有人说我们总统选举期间就爆发战争，有的是总统选完了第2年就会爆发战争，有的时候是这个25，要26、27、28，每一年都有了，反正过了以后。你没有猜中，可以猜很多次嘛，都没有关系嘛。这个我觉得外人看台湾的问题，还是没有我们之前那么清楚啦。我要讲一件事，就先讲就日本人当先锋，先下去打，这可能性不大。日本一向是以美国马首是瞻，你美国人向前走，他后面提供后勤补给，这个是他们目前所假想的，他们想做的是这个而已。跟美方讲好的目前的这些计划，也就是他们担任的是后勤工作。人家先锋比美国还更快的到达战场，然后进去打仗，我认为这可能性不大。其实日本的反战的声浪其实是很高的，尤其像琉球这一带，反战的声浪尤其是高。这就为什么美国要被迫把这个琉球的一部分的军事设施放到琉球周遭的离岛。或者是回到关岛去的这样一个原因，所以我认为整个的政治气氛是不可能啦。但是这个做出来有一个好处，美军死3500人，你认为这样一个数字，有哪位美国总统愿意接受？有哪位美国国会也愿意接受吗？
现在只是3个美军死掉，然后拜登最新的讲法是说，我们要这个跟伊朗来就责，理由是这个武器是伊朗所提供的啊，这个武装组织的武器是伊朗所提供的。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也不知道说他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要困难在哪里？因为你如果去攻击伊朗啊，这个战争可能会扩大，那你可能美军都会多死一些人。你想，光是为了对付一个伊朗，对付一个武装组织啊，攻击的武装组织，拜登已经过了几天了，白宫每天灯火通明，到现在都还做不出决定。那你现在要跟一个拥有核武的另外一个国家，而且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军力可能目前仅次于美国，然后你要狠狠打一场仗，然后就注定要死3500人。我认为任何美国总统想到这件事情，要死这么多人，损失这么多舰艇，这个战争就打不起来。而且他说美国会损失2艘航母，2艘航母上人就不止3500人了啊。好，美国众议员盖拉格说要访问台湾，啊，他希望很快，但是还没有决定确切的时间。他说希望透过嚇阻来防止冲突啊。我们看一下。Yeah, hopefully soon. We don't have the precise date, but either this quarter or the next, because the closer we get to our election, the harder it is to get members to do anything. The whole point with respect to Taiwan and China is to prevent a conflict. It's to learn the lessons of our failure in Ukraine and increasing the Middle East, apply them to Indo-Pacific, so we're not fighting a war there. It's deterrence. So we can't afford not to do it, right? Like if we ignore it, or we just think like, well, we're going back to the Middle East, and therefore the Pacific's no longer a priority, we're going to stumble into a war on someone else's terms, and that's going to be far more costly. Like that is the name of the game. So it remains my top priority. 这个主席盖拉格他要来访台我想会预料他会的言论还是会掀起任何一波的一个大波澜，因为他本身极度的这个反中的这个形象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他本身在华府就引起非常多的一个争议，而且他也不断的特别告诉大家，要经过这个所谓的军事还有军购，能够强化台湾的这个武力对抗中共的等等这样的一个措施。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来台湾他的一些的目的，其实大家都认为他是还有其他背后隐藏的那我们要特别回到刚刚一开始所提到的菲律宾跟美国的联合的军演。那我想，美国本来就非常希望能够在菲律宾北部，特别是这个巴林塔海峡，还有刚刚所提到的亚米岛举办这样的一个军演，因为他就本想透过他周围的部分里面，能够共同来压制中国大陆的一个武器的这样子的一个层面，所以他希望他周围的国家每个人都能够负起这样的一个角色。不过他这样的想法其实并不理想，为什么？因为每一个这个周边的国家都跟中国大陆的经济是有非常强大的依存的关系。即使菲律宾目前为止跟他可以做非常多的一个联合的一个军演，但是美国还是非常的担心，万一政权换掉的话，换了一个不是那么亲美的话，那么这一块这么重要的基地该怎么办？而且菲律宾本来就是非常的一个保守所以他即使有这么大的一个动作，但是大家还是不认为他是对我们台海的这个保护有任何一个比较实质的意义，反而是认为是在监控中国的这一块是比较有实质的一个想法不过我想我们真的是必须要提到，像这个盖拉格一过来，美国也有很多的一个想法，他说会不会美国太过于高估他们来用武力侵犯中国大陆，用武力侵犯台湾的这样的一个预想，因为他们认为或许在我们给台湾不断的，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兵役建议延长1年，或是提高他们的军购不断的强化，用嚇阻的方式之外，是否更应该让台湾能够跟对岸能够透过一些的沟通，像这种事情已经非常的多了，能够透过沟通，透过一些的方法，能够降低台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紧张的情势。所以目前为止，另外一派已经不是那么强烈的需求，如果川普当选的话，那当然另外一回事。但是以目前来说的话，应该有另外一种声音会出现。好吧，川普被当选，川普这个被共和党提名的可能性很大3月5号的这个所谓超级星期二如果川普一举把对手通通歼灭了，就是他了他现在在爱荷华跟New Hampshire都已经大幅领先那时候川普如果回归的话呢，美国、日本甚至很多其他国家领袖跟学者都担心台海会不安川普也不会到底会怎样CNN 说，习近平对拜登承诺，在去年在他们拜习会的时候呢，不会干预美国的总统选举。那这次苏立文呢跟王毅见面又谈这一点，说你们不会干预我们美国选举吧？不会干预你们美国选举，我们不干预你们的内政来金。
他主要是担心因为骇客的部分哈。对于美国呢在进行大规模的这个认知作战，其实美国主要的担心在这个地方啊，因为呢我们从过去这一段这个时间以来，这个美国呢陆陆续续的讲说什么中国的骇客去入侵他们的这个网络那个网络系统那个网络系统啊，然后呢他跟台湾呢在这个部分上面呢，他在台湾选举期间的时候呢，也不断的在强调就是大陆呢会对台湾呢来进行这个认知作战，然后我们这方面呢也非常的配合的演出，就是揭露了很多的讯息，就是中共呢如何的对我们呢进行这个认知作战，所以美国主要的担心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就说就算是习近平呢有那样的承诺说不干预这个美国的总统选举，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这个大陆方面呢自主性的或者是说有系统性的背后可能有各种各样这个不同的目的的啊，在进入到美国的这个网站以及在这个网络上面呢所操作的这些所谓的啊，在美国来讲所谓的这些假讯息呢，这个是不断的哈。这当然呢，对于拜登政府来讲，他现在是面临到一个很内外交迫的一个局面啊。他在国内的时候呢，面对川普的来势汹汹，然后呢，在外面呢，面对像中东的危机啦、红海危机啦、以哈的这个问题啦，南海这边的这个问题、朝鲜半岛的问题，甚至于台海这边的问题，都让他处在是一个他没有一个地方搞得定的一个状况之下的时候呢，他就更急于的希望呢能够局部的稳定的某一些的局面哈，而最容易稳定而最容易操控的，当然就是在台湾这一边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台湾的赖清德总统呢，他的当选。他的所采取的所有的路线，他都只能够紧紧的跟美国抱在一起，因为呢，他在竞选期间的言论，还有他在这个选后呢所表现出来的，在两岸关系上面的这个言论呢，让大陆呢已经对他是定性了啊。在赖清德呢没有进一步的表达对于两岸关系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政策的转向之前的时候，美国现在呢就是对于赖清德呢，他其实是施加了极大的这个压力啊。可是他这个压力的，他有一个界限，他这个界限呢是在于说，他希望呢你不会贸然的往法理台独的方向走。可是呢，又能够呢跟中国大陆呢保持一定的距离，使得呢赖清德呢比较好为他所用。因为无论如何，在这个应对中国的这个态势上面呢，民进党呢是一个再好用不过的牌了哈。我们回头来看一下哈，就说今天呢，美国呢那么大规模的跟这个菲律宾呢举行这个肩并肩。然后苏立文呢又在强调说，要形成一个嚇阻的态势，要让这个中国大陆呢不至于在南海跟台海呢轻举妄动。可是如果说美国真心的把台湾当作是一个坚若磐石的朋友的话，为什么历来这个肩并肩的演习已经行之多年了？为什么这个美国呢从来没有不敢邀请台湾参加，连邀请我们当是一个观察员都不敢？因为呢，他知道只要邀请台湾加入到这个肩并肩的话，他会激怒中国大陆嘛。中国大陆呢就会对他呢采取一些不管是什么样的这种方式的一种对抗的这个形式，所以呢，他既不愿意得罪中国大陆，可是呢，他又要摆出那个态势呢，我在旁边呢摆一个嚇阻的东西，让你不敢轻举妄动。所以这个对台湾来讲，那是非常非常不利的。特别是呢，肩并肩呢，距离的他这次演习地点离我们这么的近，我们呢只能够眼巴巴的看着。而却不能够采取任何的动作。大陆如果在这个期间采取任何的对于台湾的所谓灰色地带的这个施压的话，承受的压力的就只有台湾这一方而已。好不好？大陆其实已经有动作了啊。那 CNN 说呢，习近平对拜登承诺不会干预美国总统的选举。我想现在最想问拜登的就是马英九。拜登兄，你相信习近平吗？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大陆宣布啊，它的 M503航线呢，那取消偏西飞6海里，哦，本来就是你中线它往那边移一点，让你呢不要怀疑它啊，它离中线比较远。它现在说要
不偏了。为什么？因为它的空域啊，说这边呢它的太拥挤了，飞机太多了，所以呢希望空域大一点。当然，我想这跟赖清德当选都有关系，一连串的，不管是军演啦、ECFA 啦、这个断交啦、诺鲁啦、然后呢这个航线呢，其实都我认为都相关了哈。那这是原来的中线，所以呢，它现在基本上呢，因为现在靠近中线，所以最近的地方只有7.8公里就靠近中线。不过我也在想这个民航机不管怎样了哈，你这个军机都已经过来过去，每天都过来过去了。你在这扯这干嘛？知道这意思吗？对啊，这不见树不见林吗？你军机军舰都已经跑来跑去，这边跑了，这不已经早就穿越中线了？民航机它现在至少还在中线以西，你跟他计较这个军机天天跑过来跑过去，对不对？你又能怎样？美国又能怎样？裴洛西来以后就是新常态了。美国能怎样？而且那个 ICAO 版就同意的2007就同意过了。是，那所以国台办就这样，你抗议什么？根本不存在什么海峡中线，老共也不跟你商量了。以前这种事打个招呼也不打，他就干了，那你又怎样？他下次给你贴了中线，他不过了中线，你又怎样？把他打下来吗？好，那么国台办说是民进党把台湾推向险境，因为现在在赖清德还没有就职，520就职前就开始施压那另外呢，大陆陆委会也发布新闻稿来这个骂来这个痛斥那国防部也说立刻停止，他会停吗？他会停吗？国防部如果叫他停就停了，我就佩服国防部，我去向国防部致敬大家看会不会停，还要即刻停那另外呢说，因为他原来是西向东偏了6海里啦，可能会影响我空域应变的时间那另外呢说有一个大陆的运9跟在国泰航空后面所以来测试呢能不能躲掉我们的侦察不过呢还在那头嘛还在那头好，那么到底情况怎么样？我们看一下。大陆民航局30号晚间突然公布，争议多年的 M503航线2月1号起要调整，台湾因应时间不到30小时。所谓的 M503航线，中国大陆早在2007年就计划，2015年片面划设，我方抗议后向西移11公里，并承诺只有南下航线，但2018年又片面启用北上航线，现在更未经协商取消西移飞行偏置措施，将靠近海峡中线最近处只有7.8公里，并启用2条东西向的 W122、W123 衔接航线，福州、厦门飞台湾班机将不再绕行北方航路。万一在这个航路上有一个天气，它必须要做闪躲，而它不能往右，也就是往西的方向闪，它必须要往东的方向闪躲的时候，这样就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进到我们台湾的飞航情报局。那这个时候到底要不要让它做避航？专家认为，对岸此举刻意不跟我国民航局协调，未来恶劣天气下将导致潜在飞安问题。大陆官方调整 M503航线也引发了外媒关注。彭博社是罕见的出席大陆国台办记者会，并且提问 M503的相关问题。这个时机，请问是否和台湾的选举有关？是为了缓解相关空域航路拥堵。多方说法，此举是缓解航班增加压力，减少延误情况。但我方陆委会批评中国大陆实则罔顾飞安，不尊重台湾。M503航线是一条民用的航线，所以陆委会的说法不成立，是大陆民航空域管理的一项常规工作，无需与台湾方面协商。陆委会更质疑陆方此举以民航包装对台政治乃至军事的不当企图，并有改变台海现状疑虑。我说老共这种做法其实非常的不聪明啦因为老实说，你看美国这么关心台湾，全世界这么关心台湾，其实就希望说台海这边要安定嘛。那老共这边其实当然他的动作就是施压，并且压缩我们的反应时间以及战略空间。但是我认为这涉及的东西，除了国安之外，我们民航的安全，你不能说你们这个中国这边人比较重要，那其他国家包含台湾的
飞航安全不重要啊。所以我说，其实最近刚刚我们有讨论到，其实这么多的军演。以及这么多的这个大家在这个中南海这边跑来跑去哈，南海这边其实最主要就是像美国其实很重要，就是他相信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背后叫做嚇阻嘛，他全面的嚇阻才可以防止说我们不被这个不被攻击。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我们台湾这边。根本都没有在进行所谓的挑衅，而且我们是尊重所谓的民意。但是我这边也提醒一下，其实老共真正要注意的事情是，现在他们国内内政问题很多。那我可以看到未来的趋势，就是说他们的经济问题、年轻人的失业问题，包含气候变迁，连粮食自主的问题都一个一个浮上来了。那今年刚好又是2024全球的大选年哦，80个国家过半的人口要选举了。那其实我觉得台海之间在某个程度相对会安定很多。那我在我这边以民进党的逻辑再讲一次，我们其实都很欢迎对话，而且是和平的对话，没有前提的。那我也期待，不管是哪里人，你是哪一个国家。台湾的民主是存在的啊，中华民国台湾，我们自己一票一票选出立法委员跟总统，那他就有绝对的民意跟他的主权。那我想在主权不被侵犯，或者在主权不被打压的状况下，什么东西都可以谈，而且大家可以坐下来聊。白建好，我想这个 M503航线一开始是。马英九时期就有这个争议，当初我也记得，当初两岸跟这个两党之间也争吵非常凶哦，所以当初后来 M503航线是在这个海峡中线以西的这个过程里面。那其实我觉得台湾现在立场相对比较尴尬，是说，其实自从裴洛西访台之后，好像这个海峡中线这个默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消失了。那所以今天他们公布的新的这 M503航线，那往这个偏过来一点点，其实这件事情对于台湾立场来讲，其实非常尴尬，是说我们要怎么去主张海峡中线还存在？那另外就是说，其实从这个事情也看得出来，其实我们刚刚志伟有讲说，是这个民进党政府也希望对话空间，但是我们看到说，就是因为民进党政府过去这些年跟中共这边一直缺乏对话沟通的空间，所以才导致说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我们觉得这是应该台湾民众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说如果真的发生任何问题的时候，到底两岸有没有对话的机制？那回过头来讲到 M503航线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包含说我们的军方也好，我们民航局也好，也要去好好的思考说，如果这个航线正式开始启用，因为马上就要来启用，启用之后。对于我们的这个民航局、我们的这个民航客机的这个航线，会不会有直接的影响？那另外，对于这个军事上面，因为刚刚提到说，包括他们可能会想要利用这个路线来做什么隐藏的这个军事行动，但我觉得以现在的这个雷达技术来讲，其实应该也是对我国军方的一个压力测试。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的确我们明显知道，这绝对是中共想要对台湾内部来施压。但同时，我们也希望说，民进党政府既然现在又第3次的执政，他是不是能够尽快的开启对话空间，而不是用喊话、用嚇阻的方式？因为其实就像刚刚赵大哥讲，如果今天国防部讲说你不要启用 M503航线，他就能够听话的话，我们真的可以向国防部致敬。但因为这件事不可能，最重要是两岸之间到底要怎么对话，才是这个世界才办法美好完美的解决。艾宇轩，其实 M503这一次中国大陆这边片面的变动，这其实对台湾来说是一个警讯。也就是说，我们从看到这些动作来说，民生也好，他假借民生、假借经济，那会来这个政治的施压，接下来恐怕会一波接着一波，而且呢是非常频繁的扰动台湾人内部的民心。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是，当时这个到底能不能跟对岸去谈判？过去发生的这个经验来看，我们好像还是有这个去斡旋的空间的。那可是到了现在，我们这个空间是0。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的。你去跟对岸抗议，去跟对岸叫嚣，或许根本就没办法实质上解决问题哈。所以说，刚刚志豪议员，刚刚大家看到他是前机师哦，他也谈到了我们未来台湾应该要怎么样去做因应，包含飞安的问题哦。这其实不只是政治上面会出现的问题，飞安我们民航局要怎么样去做应变？政治在上层。民航在下层，那民航局要如何在政治的压力之下去突破
进行飞安的这些控管，我觉得这个未来会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地方。我们一再强调，贺组跟沟通必须要同步进行，贺组跟沟通软硬兼施，这也是未来新政府的考验。好吧，我们现在在讲这个航线问题啊，台中捷运啊，这个路线呢也争吵了很久啊，10年啊，10年都不止啊。那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休息再回来。